中美元首时隔7个月再次通话，持续引发各界关注。下一步，中美领导人会否有进一步会谈？包括双方工作级别会谈将如何开展，都是关注焦点。有观察还注意到，相较上一次，此次通话，美方似乎释放出更多缓和两国关系的信号。但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在军事、外交、经贸领域，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否真的有利于改善双边关系，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中美元首周五通话，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习近平是应约同总统拜登通电话。白宫方面也印证通话由拜登发起。彭博社引述美国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拜登和习近平通话历时90分钟。由于通话时间已是华盛顿当地时间深夜，拜登从白宫居住区的条约厅致电中方。通话中，习近平说，中美应展现大格局，肩负大担当。拜登称，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双方都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联系。这是拜登就任总统以来两国元首第2次通电话，引起全球媒体迅速和热烈的关注。通话后，亚太股市的普遍上涨，也表达出市场对中美释放改善关系信号的欢迎。此次通话，中美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联系，并将责成双方工作层加紧工作，广泛对话，为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创造条件。正在越南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回应表示，这次通话具有特殊意义。我认为这次通话，它确实，还是有它的特殊的意义。那么我们希望这次重要的战略沟通，能够为推动美国重新回到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也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遍的愿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表示，世界上2个最重要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需要经常性对话，否则不仅不利于双边关系，也不利于全球秩序。这次通话为双方接下来工作级别会谈奠定基础。This phone call taking place is important because it's not going to, these leaders are not going to dive deep into specific issues. They are really setting the tone. They're being strategic and talk about the overall relations and setting the tone for the next phase. And that's especially welcomed by U.S. officials. 中美高层过去7个月曾3次展开面对面接触，包括3月的阿拉斯加高层战略对话，美国副国务卿舍曼7月访华，以及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4月和9月的2次访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引述美国官员称，拜登此次发起通话是为了测试两国最高级别的对话是否比之前较低级别的接触更有效。深圳卫视注意到，对于接下来中美高层之间进一步沟通接触的可能性，美媒的反应显得较为迫切。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和中国官员都谈到，两国领导人或许会进行一场面对面会谈。10月底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可能是个契机。此外，除了 G20， 已推迟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也不失为一个契机。不仅是《华尔街日报》，美国主流新闻媒体都在积极跟进这一信息。Approach has now revived talk here that maybe there could be an in-person meeting later in the year. 我想下一步呢，中美之间呢还会有一系列的一些对话啊，但这个呢要看具体的一些问题，它的讨论的程度怎么样。因为要对话，一定要有成果，一定要有一定重要的一些共同的一些基础。那么这就有待于，尤其我们中国现在感觉到美方的很多问题啊，它并没有一些积极的正面的这种解决的这种姿态。所以还要取决于美方在具体问题上的一些积极的正面的姿态。纽约时报称，此次中美元首通电话是在一个特别微妙的时间进行的，有关台海和南海问题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拜登试图团结西方国家。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不到2周，两位领导人的通话说明了白宫与北京竞争并建立决策预期的紧迫性。美国官员表示，拜登确实试图推动中国同意一套政策制定的框架。而据法新社报道，一名拜登政府高官在通话后告诉记者，我们欢迎激烈的竞争，但我们不希望这种竞争演变成冲突。他说，这次通话的目的是设置护栏，以便能够负责任地管理两国关系。这些护栏包括确保美国的行动不被中国误解。他还说，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分歧很多，甚至还在增加，但两国也发现必须在一些问题上合作，或者至少是协调，包括朝鲜核问题和气候变化危机。这位美国官员称，此次通话并非是寻求达成突破性协议，而是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结束之前双边关系摇摆不定的周期。他还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过去的共同经历，语气是尊重和坦诚的，没有说教。
实际上，白宫官员还没有说出口的通话理由，那就是他们正在承受美国商界要求改善对华关系的压力。据彭博社报道，在华美国公司希望减少特朗普时代的贸易壁垒。中国美国商会周五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54%的受访者呼吁以正规化的政府间沟通重建两国关系。38%的人希望今年能够实现中美元首会晤，有超过60%的人表示需要恢复对企业高管及其家人的常规签证服务。另外，47%的企业希望取消加征的关税。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葛国瑞说，在过去几年里，两国经贸谈判进展不大。如果两国领导人聚在一起，重新启动这一进程，那将是一件好事。彭博社称，白宫仍在评估如何处理对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及上届政府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评估工作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完成并公布结果。深圳卫视注意到，8月彭博社的一篇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财长耶伦正在评估未来几个月对中国进行访问，如果成行，这将是他就任美国财长以来首次访华。彭博社称，耶伦或将成为拜登政府访问中国的最高级别官员。此前，耶伦曾公开表示，对华惩罚性关税不符合美方利益，成本大部分由美国消费者承担。而目前，美国也深受消费品价格上涨带来的高通胀困扰。实际上，6月2号上午，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就与耶伦举行了视频通话，双方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十分重要。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就宏观经济形势和多双边领域合作进行了广泛交流，对彼此关心的问题坦诚交换了意见，愿意继续保持沟通。而在与耶伦通话不到1周前，5月27号，刘鹤与美贸易代表戴琪通话，双方认为发展双边贸易非常重要，并就彼此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中美间的经贸关系现在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而且现在美方呢也感觉到它自身的经济状况实际上有些问题，特别是它的通货膨胀问题，以及中美间的经贸关系并没有真正的因为征税而得到了美方的符合它利益的解决。所以呢，据说呢，耶伦呢希望到中国来访问，但是现在来看呢，美方并没有释放出正面的信息，就是愿意很快的来降低关税或者取消特朗普时候所加征的关税。目前来看呢，可能这个耶伦来访问现在还不是那么太确定。另一方面，各国媒体也关注到改善中美关系的难度，特别是华盛顿的诚意是否足够。CNN 报道称，和中国达成稳定的关系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在军事和外交领域，特别是有关台海和南海的问题上，美方的态度依然含糊不清。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美国资深官员周五和台湾安全部门顾问以及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在距离华盛顿特区不远的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进行特殊通道对话。若消息属实，这将是拜登团队首次与台湾方面进行面对面的高层会谈。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拜登政府正认真考虑将台湾在美国的代表机构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的请求。据悉，该请求已经得到白宫国安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的支持，也得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和国务院亚洲官员的广泛支持。不过，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尚未做出最终决定，还需要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才生效。对此，中方已多次回应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要求美方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谨慎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苏浩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美元首的最新通话中，拜登明确表态称，美方从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如果拜登真的想要缓和中美关系，就不应该继续把台湾问题当作中美关系的筹码。我想，拜登在目前状况之下，既然希望协调两国间的关系，来寻找对话，和这种交流的这种空间的话，那么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就一定要做好自我约束。在南海方向，美国近期的一系列军事动作不断。周二，美国的卡尔文森号航母进入南海，并连续2天进行了舰载机放飞演练。卡尔文森号还搭载了一个中队12架的 F-35C 战机和 CMV-22B 鱼鹰旋翼机，这是美国航母首次携带5代机在亚太地区部署。除了航母外，参与本次印太部署的还有1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是美军航母打击大队近10年来护航力量最强的一次。这也是美国海军2个月内第2次进入南海。今年7月14号，美军罗纳德里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在其他舰艇护航下进入南海海域。美军宣称行动是印太地区日常训练。除了航母进入南海以外，美军周3还出动了驱逐舰擅闯中国岛礁邻近海域。央视国际锐评评论表示，
中美合作不可能脱离双边关系的大环境，美方不能一边遏制打压中国，一边指望中方无条件配合。倘若美方真想与中方推进合作，那就应该拿出战略胆识和实际行动，落实两国元首最新通话精神，回答好世纪之问。苏浩告诉深圳卫视记者，美国需要认真面对中国的基本主张和要求。如果美方不能尊重中方提出的以2份清单3条底线为代表的基本利益诉求，既要打压中国，又要中国与他合作，中美关系就难以取得突破。我特别关注到拜登说这样的话，防范竞争，不要变为冲突。其实美方现在来看呢，也有一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这么一个色彩。所以我想，对于中国来看呢，我们就要求美国方面，那不能这么做啊！你一方面说好话，但是背后又使绊子，这样做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您认为美国总统拜登为什么会主动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电话？那这背后究竟透露出了什么样的政治信号呢？我认为拜登第2次主动给习近平打电话，这背后透露出的一个重要政治信号就是，美国长期以来对华奉行的一手软一手硬，也就是一边接触一边防范加遏制的政策，再度遇到了障碍，并且将不得不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很显然，从这几年的实践效果来看，由于防范加遏制为主的对华政策，极大地破坏了中美关系的大氛围，这就导致了中美在接触的时候缺乏了润滑剂，变得极其的不顺畅。在特朗普执政后期，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跟中国的接触基本上就变成了针锋相对的博弈，甚至使得双方的接触一度停摆。在拜登上台之后，双方虽然也有接触，但不仅未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变成了各说各话，甚至是相互争吵。假如任由这种局面发展下去，不仅美国原本2条腿走路的对华政策就变成了只剩1条腿，也就是只有防范加遏制，没有了接触，而且双方还将因此而走向冲突。我认为正是因为中美2国之间一些层次的接触已经运作失灵了，拜登总统才会决定亲自出马，主动给习近平主席打电话，企图通过把中美接触的层次提高到最高层级的方式，使中美之间的接触重新变得顺畅起来。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7个月之前，拜登第1次给打电话的时候，还大谈新疆与香港以及所谓的人权问题。然而，根据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事后的说法，拜登在这一次通电话的时候，不仅没有在新疆与香港问题上指导中国如何做，而且明确表示这次通话是礼貌和坦率的，通话的意图在于维持2国沟通渠道的顺畅。这个也就意味着，为了让这次通话得以顺利进行，拜登降低了自己的姿态，没有以教师爷来自居，或者说得更直白一些，在中美这一轮的接触过程当中，美国弯了腰做出了让步，而中国平视世界，尤其是平视美国的外交政策，这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不过尽管如此，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会不会再度做出结构性的调整，也就是从近年来的防范加遏制为主，接触为辅，重新转变为接触为主，防范加遏制为辅，这仍然有待于观察。拜登总统在跟习近平主席通话的时候，双方还重点谈到了中美应该在伊朗、朝鲜、阿富汗、气候变化等议题展开合作。那对此您有作何解读？俗话说听话听音，拜登在跟习近平通话的时候，重点谈论的是中美在全球以及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合作。这恰恰说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2国之间在这些议题上的合作已经出现了问题，甚至是已经推不下去了。我认为这也就意味着，不仅源自特朗普的对华防范加遏制为主、接触为辅的政策已经出现了问题，而且拜登政府原先一厢情愿设计出来的合作、竞争、对抗3板斧的对华政策也已经遇到了麻烦，甚至有可能是已经玩不下去了。拜登政府原本的设想是把中美之间的合作领域、竞争领域与对抗领域3者截然分开来，也就是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不会影响到双方在军事与科技领域的竞争，
更不会影响到中美在地区和全球热点问题上的合作。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拜登政府企图把中国当成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可以逆来顺受的工具。当我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跟你作对，在军事与科技领域内挤兑你的时候，你还不能拒绝跟我的合作。然而，让拜登政府始料未及的是，原来中国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中国，中国也是有骨气，甚至是有脾气的。美国人总是想当然的企图以1:1、2:2的方式，把合作、竞争与对抗3个领域内问题给分开来处理。但是中国的文化是，我们做事的时候看的是全局，讲究的是整体氛围与态度。我们喜欢辩证与关联性、系统性的看问题。所以当拜登总统的气候特使克里第2次来中国企图寻求气候合作的时候，王毅外长明确地告诉他，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不能脱离两国关系的大环境。同时，习近平昨天在跟拜登通电话的时候说，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妥善管控分歧的基础上，两国有关部门可以继续接触对话，推进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经济复苏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这背后表达的其实是同样一个意思，即中美两国政治气候的改善是双方在自然气候方面合作的前提，同时也是在阿富汗、伊朗、朝鲜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合作的前提。中方的这样一个态度，不仅让拜登本人企图领导全世界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雄心遭到了挫折，而且它还意味着拜登政府推出的合作、竞争、对抗、对华3板斧政策在中国身上不好使了。假如这种局面无法得到改善，那也就意味着接下来中美之间有可能不再有合作，只有竞争与对抗了。而这样的竞争与对抗也就必然会走向恶性的竞争与对抗，甚至是最终走向不可控制的冲突。所以中方向美方发出的信号是，合作可以，但是不能让中方在不被尊重、不被公平对待的情况下来开展合作。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还表示，拜登总统这次给习近平主席打电话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防止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对抗走向冲突。那对此您又怎么看？我认为这背后同样透露出了几个政治信号。第一个是，虽然中国已经明确表态不接受拜登政府提出的将合作、竞争、对抗3者截然分开的对华外交政策，但是美方仍然不会放弃跟中国的竞争与对抗。第二，由于担心中美之间竞争与对抗有可能会失控，演变为中美之间的激烈冲突，所以接下来拜登政府会适当管控中美竞争与对抗的烈度。这也是拜登主动给习近平打电话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总而言之，我认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基调是偏向悲观与消极的，也就是既然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以及在军事与科技领域的竞争是必然且不可避免的，既然中美之间没有办法做得更好与最好，那就坚守住底线，防止中美关系出现最坏的情况，即走向激烈的冲突。相比较起来，我认为中方对待中美关系的态度则显得要更为积极与乐观。习近平在跟拜登通话时说，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更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这跟他几年前访美的时候说的我们有1000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却没有一个理由搞坏中美关系，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因此，面对这道世纪性的必答题，接下来我们需要关注中美将会拿出什么样的具体行动来。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周五开始对越南、柬埔寨、新加坡、韩国4国的访问行程，这也是时隔近2个月，王毅再度出访东亚多国。外界注意到，在此之前，美国多位政府高官已先后密集到访东南亚国家。副总统哈里斯8月底刚刚访问了新加坡和越南。外媒认为，东亚地区已经成为中美决立场。周六，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河内会见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阮富仲表示，越中两国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两国关系是同志加兄弟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谁也无法动摇和改变越中之间的团结合作。王毅表示，中越关系有着特殊战略意义，中方坚定支持越南党政新一届领导集体顺利执政，坚定支持越南人民在越南共产党领导下朝着2个100年目标奋勇前进，坚定支持越方抗击并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我们要全面加强双方各领域合作，为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注入新的内涵。当地时间周五，中国越南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第13次会议在河内举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平明共同主持。王毅表示，中方坚定支持越南党政领导集体顺利施政，愿继续为越方抗疫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王毅强调，双方要珍惜当前南海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把海上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不采取使局势复杂化、争议扩大化的单方面行动，共同警惕抵制域外势力干预挑拨，向国际社会发出中越两国人民有能力、有智慧管控好分歧，不断充实扩大合作面的积极信号。范平明表示，越方愿同中方一道推动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愿同中方保持两国各层级交往，愿同中方一道落实两党两国高层共识，维护运行好现有合作机制，加强海上务实合作。双方一致同意，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中相互支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双方还就领土边界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在严格遵守有关边界的各项协定和法律文件的基础上，加强边境管理合作。对于海上问题，双方一致同意恪守两国高层领导所达成的共识，管控好分歧，不采取使形势复杂化和争端扩大化的行动，携手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环境。中越这个合作指导委员会是2006年成立的一个高层次的跨部门的双边合作对话机制，主要是统筹两个国家各个领域的合作，协商解决这合作过程当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外界注意到，美国政府高官今年以来频繁出访亚太，加速对东南亚展开外交布局。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副总统哈里斯在7月和8月相继出访越南和新加坡。在同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会晤时，哈里斯延续了美国一贯的对华论调，再次蔑称中国在南海存在霸凌行为，呼吁越南加入美国的行列，对华施压。哈里斯称，美国支持向越南增派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快艇，来帮助越南捍卫其海洋安全利益。哈里斯还表示，美方支持将与越南的关系从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过，就在哈里斯到访之前，越南总理范明政与中国驻越南大使熊波会面。范明政明确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越南对外政策头等优先，并强调越南不会结盟对抗中国。值得一提的是，今年4月，越方已表态称不会跟风反中。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在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会晤时作出承诺，越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时刻警惕和坚决抵制任何企图破坏中越关系的阴谋，坚决抵制域外国家插手南海局势，与中方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东南亚这个国家，它10个国家主要是中小国家，这些国家与中国和美国之间在安全以及经济上的关系有近有远，有亲有疏。但是这些国家的话呢，是在战术层次会在一些问题上有选择的采取选边站的这么一个态度，但是在战略层次，这些国家不会全面的倒向中国或者倒向美国。王毅此次访问东南亚也引发外媒关注。英国广播公司称，王毅访问的这几个国家对中国和美国均很重要。在过去几个月，美国高官曾3次访问东南亚。外交学者网站周五称，中国外交官向东南亚各国政府传递了一个相当简单的信息：中国生存在该地区，美国不在。这是今年以来王毅第2次访问东南亚国家。今年1月，王毅曾应邀出访缅甸、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4国。3月，王毅邀请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4国外长来华访问。东南亚呢，是介于印度洋、印度次大陆以及太平洋地区的一个中间地带。美国搞印太战略的话，势必要强化对中间地带的这种控制。所以，美国既然
要强化我们说这种管控，那么中国呢就有必要采取措施对冲美国这种针对中国的影响。周六，新华社刊发题为“风好再扬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建设纪实的长篇报道。这是继周五刊发有关横琴长篇纪实报道后，国家通讯社2天内刊发的又一重磅文章。文章首次披露了多个信息点，讲述了习近平总书记与前海的缘分。报道指出，3赴前海，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合作区建设把脉定向。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前海因深港合作而生，因深港携手而兴，不负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前海为改革开放探路，蓄力再出发。报道透露，习近平总书记与前海的缘分始于2010年。这一年的1月9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在一份关于对深港合作开发前海地区的意见上作出批示。3个月后的4月7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北京签署粤港合作框架协议，习近平同志出席签署仪式。2010年8月26号，国务院批复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从此这块全新的填海区域拥有了自己的名字。在前海合作区从无到有蓬勃发展的岁月里，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挂念着这片年轻的改革试验田。2012年12月7号，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首次离京考察，第一站就来到这里。前海市旁，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号召。2018年10月24号，在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前海。在前海时前，习近平总书记同前海建设者和见证者代表共话沧桑巨变。他深有感触地说，发展这么快，说明前海的模式是可行的，要研究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向全国推广。2020年10月14号，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选址前海国际会议中心。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第3次亲临前海。他指出，党中央对深圳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寄予厚望。谈及积极作为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总书记强调要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文章还首次披露了中央前不久印发的前海方案的编制、决策和出台过程。报道指出，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审议后，呈报国务院的方案上圈阅，并于3月方案提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传签审批时，再次作出重要批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审议方案。报道特别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会议上强调，前海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粤港深港合作，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也有利于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经验示范。香港媒体近日持续高度关注前海方案。文汇报周六发文详细分析了方案将为香港带来的9项利好，其中包括利好香港金融业的长远发展，利好香港科创发展，利好香港专业人士的发展，为香港航空及海运交通指出一条深港协作的可行出路等。其中尤其提到，前海扩区不但为香港青年提供更多的创业空间，也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即使对不从政、不创业、也不打算北上就业的香港人来说，前海扩区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居民的生活水平随之上升，对整个香港都是利好的。信报周六则发表题为《新前海方案为粤港合作添动力》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在实事方面，这是在香港落实香港国安法以及完善选举制度后，首份深港以至粤港澳深度合作的重要政策措施。过去每逢公布同类方案，香港立法会内反对势力必定率先抵制，并鼓动社会各界加以反对，导致过去同类方案寸步难行。今时不同往日，只要特区政府有具体的落实机制，启用有能力的爱国者管制团队加以推动，相信整个效果会与之前非常不一样。横琴方案和前海方案相继发布，蓝图业已绘就，两个方案将带来哪些发展机遇？面对中央赋予的新使命，粤港澳3地该如何贯彻落实？直播港澳台栏目推出新使命大未来港澳名人系列访谈。深圳卫视驻港记者秦月独家专访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长郑若骅，来听听他从法律的专业出发有哪些独到见解。
日前公布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明确指出，提升法律事务对外开放水平，在区内建设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郑若骅表示，在法律和争议解决业务方面，提出的措施可归纳为探索完善港资港法港仲裁，建立民商事司法协助和交流新機制，深化改革合伙聯營機制，支持鼓勵設立代表機構，共同開展國際商事爭議解決業務等5個方面。都分享咗幾次，譬如講呢個港資港法港仲裁。當我用呢個即係一個比較簡單嘅講法，就叫佢做港資港法港仲裁啦。咁其實咧，我哋唔係話係你一定要用香港法律或者一定要香港仲裁，其實唔係，我哋係話你有一個選擇啫。因為我哋講到前海嘅時候，我哋其實都係希望佢係更加市場化。咁所以呢，我哋希望呢係通過我哋呢一個嘅政策呢，能夠令到一啲企業呢係多一個選擇，而亦都體現咗呢深圳甚至乎整個大灣區嗰個法治化同埋市場化、國際化呢一個特點。咁亦都呢變咗係令到香港同埋內地嗰個關係啊，或者個合作嘅機會越高。事實上，去年實施經修訂的《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以及早年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為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見，以展示港資港法港仲裁的可行性。現在前海合作區面積擴大，適用港資港法港仲裁的企業必然會更多。鄭若驊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會繼續與內地相關單位探討完善機制，努力在前海把港資港法港仲裁落實做好。今次呢，前海呢嗰個範圍係8倍咁大，係咪啊？比起佢現時嗰個比佢以前嗰個，咁所以呢，其實嗰個機遇我哋已經即刻係喺你會睇到嗰個機遇喺呢個會大咗好多。所以呢，第一個呢，我最注意到嘅呢，就係喺個方案嗰度，前海方案嗰度呢，就講到完善呢一個機制，即係我簡單叫佢做港資港法港仲裁嘅機制。最重要就係冇涉外因素，可以用香港嘅法律，同埋可以喺香港做仲裁。咁所以呢一點呢，我係覺得係最突破嘅一個機遇，而且呢係個範圍會大咗好多。鄭若驊認為，前海方案另一個很重要的突破，就是他提到的如何建立一些新機制，促成兩地司法協助的安排。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與內地已推出多項措施，為法律界拓展市場，包括內地與香港跨境破產及債務重組的合作機制、仲裁保全措施、設立大灣區調解平台、取消港方在合伙聯營律師事務的最低出資比例、放寬香港律師作為內地律師事務所的法律顧問等。譬如我記得應該係啱啱禮拜一啦，深圳嘅國際仲裁院亦都同我哋嘅一幫仲調中心亦都簽咗一個合作嘅安排嘅。咁所以呢啲咧，其實咧通過一個前海嘅方案，或者通過我哋大灣區嘅方案咧，其實係促成到我哋兩地嘅機構咧，仲裁機構又好，調解機構又好，或者人員又好咧，就有一個合作嘅機會。咁一齊去做好呢一件事，因為我哋成日都話，我哋有句話，我叫做大個餅啊。係咪啊？當我哋前海嗰個經濟發展，或者我哋大灣區嘅經濟發展會好嘅話咧，嗰個商業活動多咗咧，其實發生爭議嘅機會亦都多咗。咁所以我哋只要係咁樣去睇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個共同目標，都係希望我哋大灣區嘅發展係好嘅時候咧，我哋一定能夠係可以係共同係去向住呢個目標，向住呢個方向咧，為整個區嘅商業嘅活動咧，係提供一個好好嘅法律同埋爭議解決嘅保障。鄭若驊於2018年1月6號獲委任為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加入特區政府前是私人職業資深大律師，具特許工程師及特許仲裁員資格，經常在複雜的國際商事及國際投資糾紛中獲委任為代理人或仲裁員。鄭若驊表示，香港的進步與國家發展密切相關，未來也必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律政司會積極善用和發揮香港在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的優勢，把握十四五規劃的機遇，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法律樞紐的地位。香港呢個社會其實都係對內地都有一個問題，就係不知道。咁其實都係唔知原來係
國家呢個行業咧發展得咁快，咁將來香港點樣利用佢自己嗰啲法治嘅優勢，咁幫助國家，譬如同即係參與多啲國際嘅事務啊。其實我覺得香港嘅我哋嘅法律人才呢，其實呢係應該好好利用我哋香港普通法呢一個機制呢，係助力國家係參與一啲國際嘅公約嘅磋商啊，或者有一啲法規嘅勾畫啊。咁個法律唔單止係喺國與國之間，亦都會諗下我呢個公約制定咗之後，我要喺我自己嘅地區嗰度執行嘅時候應該點考慮啊等等。咁所以呢，如果我希望我哋香港嘅法律人才呢，係有機會呢，係就住呢一啲意見呢，普通法觀點嘅意見呢，係提交到係俾國家呢亦都可以考慮咁樣去做呢，其實呢就會係一個最好嘅一個方法，就符合到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到我哋係要積極咁參與一啲國際規則嘅制定嘅工作，咁我哋先至可以喺個國際舞台嗰度，喺我哋講緊一個國際化，同埋我哋點樣可以善用法治咧，可以做到最好。